观众老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汉第一武道大会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解说员冷淡熊。同时，今天有幸的请到了解说和配音界的大拿季坤鸡哥，一同来解说本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坤。本场比赛是由曹操率领的许昌队对阵马超率领的西凉队。哎，鸡哥，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西部赛区很少有什么亮眼的比赛出现啊。没错，自从这个190年董卓王朝的衰败啊，加上随着吕布、华雄等超级的退役，西部赛区呢就再也没有产生过豪门了。好的，可以看到双方队员都在热身，而且双方主帅好像还正在互相说一些垃圾话。曹操这边是派出了许褚出战，这位运动员好像在职业生涯前期没什么特别的战绩啊。对的，许褚这名球员啊，当时是在更衣室内和刚转会过来的中前场球员叫许攸啊，发生了一些冲突，导致许攸整个职业生涯报废。所以说呢，曹指导迫于舆论的压力，将他雪藏了。西凉队这边是直接派出了当家球星马超、马梦喜出战，两名队员交上手了。目前来看呢，双方队员呢处在一个旗鼓相当的状态啊，谁都没有暂时处在比赛的下风。不过这个曹指导这个表情啊，看起来比较紧张啊。可以看到，两方队员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角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对于使用突刺兵器的马超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意图。这也不一定啊。之前在官渡赛的时候呢，关羽关二爷面对手持突刺武器的颜良，采取的跑轰战术也是轻松化解，并且赢得了客场胜利。双方依旧是打得难解难分，教练席上的曹指导和几位替补球员也是采用了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彩虹屁战术来打击马超的心态。在双方队员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这时候就是考验教练员的时候了。许褚这一下差一点啊！许褚这一下势大力沉，要不是马超反应及时，比赛应该就结束了。许褚这边叫了暂停，示意战马体能不足。马超这名小将啊，也是经验不足，居然同意了叫暂停。双方队员各自回到替补席，让我们稍作休息，期待双方下半场比赛的精彩表现。大弟哥，他们都退了。大弟，欧棍保住了，保住了还讲什么东西？大弟，跟我们回来吧，别搞欧棍了。我为什么要跟啊？如果你真要搞，欧足联这2年什么也不干，就晋级赛，回来还是搞新吴超联，你自己决定。好的，欢迎回来。许褚这里是直接脱掉了球衣进行比赛。几哥，这个不会被吹犯规吗？比赛期间报一，这个不应该吃黄牌吗？也不一定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在东亚的一些联赛里啊，这个报一呢并不会被吹犯规。比如啊，冷淡熊，你知道啊，日本有一些男女混合的格斗比赛。您觉得本场比赛哪位球员的获胜希望更大？我觉得许褚的胜算更高。就从他敢于脱掉自己的复活甲这一点啊，这名球员已经做好了背媳妇背水一战的准备。我还是比较看好马超，我对于许褚真不看好。你就瞅他那个胖样，那胖的就这个体型，在 NBA 不是在大汉赛场上难以想象，这么激烈的对抗，频繁的取手机。你现在看许褚啊，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喜欢秀个报一之类的，他也就会这个。你老报啥一啊？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还搁那报一呢，这就不靠谱。你反观马超，长得也是可以说是文质彬彬。两位运动员下半场看着体力并没有下滑的迹象，依然是比较凶猛。许褚面对对方的主场优势也是毫不畏惧，双手拖把驾驶战马，大声喊叫。观众席以及场边的战争宝贝们啊，也被这个场面点燃了激情，不住的呐喊助威。两位运动员又是进入了近距离交战，马超换了一匹马，还是白马，这可以看得出来，马超的家底还是比较殷实的。是的，马超在这个西部赛区也是拿着顶薪的运动员的啊。两位运动员在体能方面呢，好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攻防没有了一开始的势头。许褚的武器被打掉了，许褚的反应还是很快的，立刻用格致窝控制住了马超的武器，这也得力于许褚平时不爱洗澡，但凡身体光滑一点，这一下就悬了。马超这把武器后期估计也不会再使用了。仔细看一下，许褚穿的好像是红色的裤衩，两人依旧是在争夺马超的这把武器。按道理这会儿应该跳球了吧？按照以往的规则适应跳球，但是这个裁判迟迟没有吹停比赛呀！马超的长毛被折断了。现在两名选手是各拿着一截折断的长毛，这是直接转场到了暴力摩托的比赛现场了吗？曹指导这边非常的不讲武德，派上了所有的队员还有球迷去对付马超，场面十分的混乱。裁判终止了比赛，看来本场比赛应该是以平局结束了。本场解说也到此结束，我是冷淡熊，我是季坤，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